保持队形，检查仪表油量及各系统状况。动量正常。动3状态正常。动4状态正常。机长，油路有故障。为手动驾驶。机长，高2参与了。不要紧张，交给我。你注意观察地面情况。动1，动2可能有状况。动2，发生什么情况？原因不详，不要警示灯全部亮好。有事单发停车。动2，单发停车。报告指挥所，拐动2单发空中停车，飞行员正在处置。动1，请报告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高度、航速。飞行高度3000，速度230，我机场西南方向，距机场50公里。拐动3、拐动4，原路返航。我伴随拐动2监视飞行，稍后返回。拐动2，你们情况怎么样？拐动2。报告有关，拐动2目前故障原因不详，请求场外迫降。拐动1，请报告拐动2位置。拐动2已经接近红塔村，我在它侧后方跟随。可以场外迫降，请注意地形、树木、电线，一定要沉着冷静。通知场站，救援组马上出动。是，非常领导。在远端前方2公里处，发现一处迫降场，看见请回答。已发现迫降场。机长，前面是成功，快拉起来！留命，不要急降去，保持平飞状态。快，移动，对准空地，果断降落。可以接地，不要犹豫，马上落地。好，可以关车。营长，政委，你看到了吧？再不停飞就要出大事了。要是再机毁人亡，空中突击力就会因此夭折，你我就要脱军装走人。老庞，你冷静点儿。停飞，是李东机组停飞，还是全营停飞？当然是全营。从现在起，一架之师也不许出误。事情的原因正在调查，专家正在路上。不是所有的飞机都有问题吧？拐动2出现故障，查拐动2，怎么非要全停呢？这是必须的，哪个飞行单位都是这样，空军是这样，海航是如此，陆航其他旅团也都是这样。一架飞机摔了，所有同类机型必须停飞。这是惯例，这是科学，这是用生命换来的规则。是迫降成功，不是机毁人亡。如果几天之内查不出问题呢？那没办法，什么时候查清原因，什么时候医患排除，什么时候放飞。我现在是主管训练的副旅长，我必须做出这个决定。老庞，来，坐下啊。老庞，我知道
你的担心是为了确保安全，不能出现一点事故就下令全停吧？拐洞梁出现故障，不等于所有的执石都会单发停车吗？我们一架执石出现问题，全军陆航的执石都要停飞吗？马航370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难道全世界的777都会停飞吗？不是嘛！一人有病全营住院，一人出事儿全员整训，这种看似高度重视，实则大而化之的官场作秀，就是一种敷衍、推诿，不讲实事求是，不敢负责任。如果打起仗来，一架战机受损，难道我们全旅的战机都龟缩起来不出战了吗？老庞啊，现在是要鼓劲儿，要给力，不是拔塞子泄气的时候啊！好，那就请左旅长来做决定吧。我庞威挑不起这个担子。庞部旅长，你要是现在敢撂挑子，我就以空中突击旅党委书记的名义向你提出警告。必争为定。我还要向上级党委、纪委控告你失职、渎职、不担当、不作为。庞威与其说是惊呆，不如说已经呆傻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要控告他，而且是向党控告。对于一向自认为对工作、事业、对党忠心不二的庞威来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而且，要控告他的人，正是眼前这个与他几个月来朝夕相处，让他倍加敬重的大哥般的政委毕玉成。你扣去吧，我问心无愧。你问心无愧，那是你只想到你自己。我问的是，对这支军队，在你的职务、级别、使命、责任和荣誉面前，你敢说你无愧吗？不错，有名人说过，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就不必说后悔。问天问地，问心无愧，但那是老百姓。可你是一名解放军军人，现在全旅官兵都在看着你我，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要有一个振奋军心的态度。出了这么大事，怎么振奋？事情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算大。不算大，我们就不能冷静下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会不会是因为今天频繁的急速爬升，俯冲动作过猛，造成了发动机过载失速，最后单发停车？应该不会。几次大俯角转弯爬升的时候，还能感觉到剩余功率很足，加速性也很好，爬升率没问题，没有带不动的感觉。是啊，飞行动作都是一样的，我们3架都没有状况，只有拐洞梁出现了特警，说明不应该是操控问题，应该是偶发机械故障。首长，我不知道我的汇报您听明白了吗？你的意见我听得很清楚，我给你个建议啊，你和毕政委啊还是要统一思想，
先调查事故原因，不要着急着下结论，好吗？首长，我跟政委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先查清问题。现在专家已经到位，他们连夜工作。首长，我的意见是为了确保安全，一营所有指示还是停下来，不要飞了。首长，今天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由你们旅自己决定。到底是全部停飞啊，还是部分停飞？一定要听一听设计院专家们的意见。听专家意见？那当然了，技术装备上面的问题，专家比我们更有发言权。首长，我的意见还是先停飞的好，这样保险系数大。等专家确认类似故障不会再出现了再放飞。目前的情况，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是抓嘛。首长，您看行吗？老庞，我不想再说第3遍。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你们旅自己决定，这就是我的态度。好，我听您的。处置得当，沉着冷静，成功迫降是关键。李副营长，你说说。说说吧。营长，这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突然就失去了一半的动力，又是全新的机型，完全不了解。怎么提桨具，它都是往下坠的，真让人发怵啊。那仪表才吓人呢，红灯一会儿这个闪那个亮的，还抖得特别厉害。后来判断是左发停车，我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提桨具的话，会造成过载，引起右发停车，那可就全完了。于是我马上放了点桨具，机身就平稳了许多。但就这一会儿功夫，已经下降了1500米左右。好在营长提醒我，要保持平飞状态，不能再提桨具了。我当时位置比较高，看得比较清楚，计算了一下下滑角度和飞行速度，估计拐动梁保持在30到50米，飞过村子应该没有问题。首长，我是不是该到突击旅上班了？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又出这事儿，我一听说，我这后脖梗子直发凉啊！原来我是想让你早点过去，可是最近发生了点状况，你还是晚点去吧。为什么？放开手脚，让他们先走出这第一步。现在正是需要加强领导班子力量的时候。今天到突击旅，毕政委希望我能尽快到位，好协调他和庞副旅长的隔阂。那庞副旅长呢，拉着我的手就是不放，一个劲儿地问我什么时候到位。我见他们俩那两难的样子，我这心里很是愧疚。江海他们搞了一套5指使改装训练新计划，我看了很有创意，而且已经实施了。从效果上来看非常好。这个时候不要打乱他们的计划，让他们放手的去摸索、去实践。如果成功了呢，可以向全军的陆航部队推广。眼下这个5指使列装部队的步子要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得多。部队成建制的快速提高战斗力，就急需要一套系统的、全面的训练大纲。这江海他们不等不考，人家先搞出来了，这是件好事嘛！我们就应该因势利导，让他们自己把这个训练大纲完整的进行下去，在实践过程当中呢，把它搞得更细、更全面。首长想得远，我同意。不过，旅里的军事主官只有庞副旅长一个，压力很大，他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啊。他跟你说了？是的，他说他的头发都白了。压力大，这是现实情况，思想观念跟不上这才是主要问题。
你是说他跟江海的矛盾？这跟你们在集团军的情况不一样，不仅仅是江海一个人，突击一营那一批的飞行员，个个都想飞出新动作来。他们要在1个月之内，让直十飞出新的战术。你想想看，庞维这个老飞行员，他能接受吗？哎呦，这要叫我，胆子也没那么大。所以嘛，我让你也别去，怕我拖后腿。我怕你去搅局。不会吧？我还不知道你呀，不高兴就耷拉个脸儿啊！现在的年轻人多敏感呢，你这一掉脸子，他们就发怵，那还能放开手脚啊？嘿嘿嘿，首长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好像我左从军生来就是打压江海似的。哎呀，你说我在军里头跟护犊子似的，护着他，可他从来不理解我。行了，别在我这儿卖好了。现在不让你插手，我还有一个想法。既然庞维、江海他们有矛盾，那就让他们掐。让他们掐？对啊，有了问题就找上级，这行吗？我不能给他们当保姆。练兵就得先练干部，部队的干部必须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看着我干什么？啊？哎，我确实很惊讶，首长会这么想问题。那要是旅里这些矛盾自己解决不了，影响到工作训练，你能看着不管吗？哼，简单的方法有，出了问题打个报告啊，交给上级，对下级也有交代，全部都停飞了，等着工作组来解决，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这当然太消极了。对嘛，我这儿还有更简单的，不管他，让他们自己解决。啊，这恐怕不行吧？怎么不行啊？当初突击旅搞出那个训练计划来，不是也争也吵，最后不是他们自己也解决了吗？别小看毕宇成，别看他不是飞行员，但是他知道怎么能够调动飞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跟这种人搭档，你我不吃亏。庞副旅长一定想不通。哎，别指望着他全部都能想通，想通一半也行啊。反正现在训练计划都在进行，而且收效还不错，这就行了。可这次出事，您不可能不过问吧？那看怎么过问了，过问多少？庞维是真乱了手脚了，一天给我打3个电话。好家伙，我跟他说了，不管，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他也给我打过电话，你不能管。你说出了事，全旅上千号官兵他不找，他找上级，这对吗？啊，他应该先找身边的干部啊、飞行员去了解他们怎么想、怎么做，这是对的吗？他可倒好，2只眼睛就盯着上级，等着我给他拿主意。他这个旅长当的也实在是太安逸了。这回我还就不管他，就让他自己解决。不就是单发停车吗？多大的事儿啊！天崩地裂了一样。嘿嘿，哎呀，首长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呀。华民，再爬升200米，在8400米高度再测试一次。明白。报告，已经雷达工作正常。保密波雷达正常。数据连接系统连接正常。直升机各系统运行正常。今天的测试结果非常好，非常重要，任务圆满完成，返航。李天鹅，
小羚羊，在8000米高空啊留个言。好。这次测试飞行啊，你们俩飞得非常好。我要跟主任说，为你们俩请功。听说当初有人坚决反对女飞行员上高原参加测试飞行啊？那个人呢，就是我。不会吧？来高原飞行已经10几天了，我看你总是乐呵呵的，把最高最难的航线都交给我们飞了，没有一点看不起我们的意思呀？我原来是这么想的，怕你们俩身体呀扛不住啊。还有，我们没有飞过高原是吧？对，没想到你们俩比2名男飞行员呢还能抗高反，飞行技术啊不亚于男同志啊，我佩服。落地以后啊，我们好好庆贺一下。我们这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是啊，这次测试结束，这架预警指挥机啊就要交付给部队了。耶！王子说呀，最近他们的飞行密度特别大，还搞了一套全新的改装机型训练大纲。不仅营长是疯子，全营上下都疯了。我估计啊，他可能是顾不上你了。这只是原因之一。那你还担心什么呀？复影呗。我觉得我这次彻底没戏了。也怪我不好。上回我本来想好了，要问问刘小斌，从侧面打听一下，看看疯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行了，不提这事儿。来，给我拍几张照片。行。1、2。哎，我甩一下啊。好的。来，拍上了。哎，我转起来拍啊。行，我连拍。好嘞。来，怎么样？你拍了没有？拍了。给我看看。哎呀，我忘补防晒霜了，你看看，高原红都晒出来了。没有，特健康，特 sexy。得了吧？不行，你回去给我 P 一 P。没问题。哎，你手怎么这么凉啊？脸色也不好看，你怎么了？大姨妈来看我。小羚羊，这事儿你不跟我说吗？你本来就有高原反应，这事儿我已经给你瞒下来了。你跟我说，我好跟周总师说，咱们延迟2天飞啊。没事儿的，我要知道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让你登机的。就因为我停飞2天，那最后一次飞测停飞这2天。所有的测试人员、保障人员都得在营地眼巴巴地等着，我好意思吗？这也是，没事儿，真的，真没事儿。跳下给我看看。好样的，小羚羊真的成藏羚羊了是吧？当然了。来，你也拍2张，就站这儿。行，我给你拍，给你们家小王子看看你的美照。来，哎，来，哎，你像我一样，刚才这转起来，我给你连拍啊。好，来，站，太漂亮了。
小玲，小玲，你别下我，小玲。小玲，小玲，醒醒啊，小玲！哎，小玲，你别吓我啊，小玲！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醒醒，你醒醒，小玲！来人呐！来人呐！小玲，醒醒，醒醒，小玲！你是谁呀？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打扰了。大夫，那个谭紫薇她转到哪个病房了？你不知道？我知道什么？谭紫薇的爸爸已经把她接走了，他们去了英国。去英国？他什么时候去的？谭紫薇的伤口恢复得还算快，身体也比较好。几天后，他父亲突然通知医院要把他接到英国去继续治疗康复。3天前办理完了出院手续。昨天告诉我，他们已经到达了英国。那谭紫薇醒了以后，她没说什么吗？她说想见见你，她爸爸告诉她，你已经离开了。我明白，董事长是不想让谭紫薇再见到我。你也不要着急了，等她完全康复了，我相信你们会有见面的机会的。谢谢你，大夫，是你救了紫薇。我马上就离开南华市了。这话就给你。我很担心江海的脾气，一根筋，想好的路啊，想方设法都要跨过去。我也了解庞主任，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原则性很强的人，他认为对的事情，不敢跟院长顶撞的。你说他们俩怎么会弄在一起？我跟你有同样的担心啊，我恨不得现在就去上任了。好在江海在您手下那么多年，还是会听你的。庞威恐怕就不行了。托部长不让我到任，还有他的想法，他想锤炼一下空中突击旅这个班子，考量一下江海一批中基层干部。江海是怎么想的？我还真不知道。自从他到了空中突击旅以后，我们就很少通话。为什么？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总是关机，偶尔发个信息呢，说是在训练，过一会儿再通话，接下来就没有下文了。这个混小子，我给打电话教训他。算了，我知道，他一进入飞行状态啊，就跟疯了似的，谁找他都不会理的。哎，那我给他发个信息，他晚上准保给你打电话啊。发了。这段时间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毕竟是空中突击旅的旅长嘛。好的。那我先走了。哎，好，再见。再见。哎，不阳。呀，你才来啊？我还想着你第2天就到北京了呢。出了点情况，耽误了2天。哦，对了，刚才左团长还跟我在一块儿呢。我看到他了。那你怎么不过来啊？我现在不想看见他。为什么呀？是不好意思啊？是没脸。说什么呢你？哎，谭紫薇呢？她去英国养伤了。养伤？养什么伤啊？啊，你刚到，要不先到招待所住下吧？好，走吧。
报告，进来。哇，都到了啊！政委，政委，哎，好，政委，我们是不是可以起飞了？先等等，庞副旅长马上就回来，我再跟他呀碰一下。政委，这故障已经查清楚了，开车也正常了，没问题了。而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都是好天气，这么宝贵的飞行时间不能白白浪费了呀。对呀。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等有消息啊，马上会通知你们的。江海先留下，你们两个先回去。是。怎么了，政委？走。发生这次事故以后，营里的干部有什么反应吗？还好吧，没什么太大影响。哎，我给你的那份拐洞两特勤处置报告不都提了吗？报告我看了，也正准备送到部里呢。李东的表现是大家一致肯定的。我是想今天下午就开训，能有把握吗？政委，你想啊，如果没有拐洞两空中停车，我们不是照样按计划训练飞行吗？是，出了这个事儿吧，要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也不可能。李东自己也说挺后怕的，但我觉得这都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现在故障问题清楚了，不就没事了吗？如果再停2天呢？这为什么要停2天啊？就是再缓一缓，一些同志心理上的阴影会减退许多呀。哪来的阴影？在谁身上？这按说最大的阴影应该在李东身上吧？但李东和王翔都没有要求停飞，那还有什么阴影？在你身上？我对于营很有信心。那你的意思就是庞副旅长？我想啊，跟庞副旅长再谈谈。谈呗，谈吧。哎，这本书你看了？看了。什么感觉？文如其人。哦，文如其人。这政委啊，就是政委，真会说话。好，那个江海，我边看边等啊。你还打算去英国看他吗？好不容易解脱出来，怎么可能再贴上去？没想到这富二代还有那么痴情的。我约了几个合伙人，成立了一家是。没想到这谭紫薇还挺痴情的。紫薇的父亲答应我，愿意当我的出资人。那太好了，他很有实力的。但初期我不想让他介入太多。为什么呀？这1年多来，我跟谭总还有紫薇，在商界圈里出出入入，多少看到了一些商界圈里的风风雨雨和世态炎凉。搞无人机是有风险的，毕竟他们都是商人，钱是他们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在初期研发阶段还看不出眉目的时候，我先不告诉他。那你没有钱怎么行啊？我这2年赚了点钱，我打算把它都投入进去。要赔，也是赔我自己的，不会连累别人。那这么说，你已经有想法了？我先把几个已经构想好的无人机概念设计出来，制成样机。等试飞成功以后，再请谭总过来。哎呦，小羚羊，你终于活过来了。他们都说我是藏羚羊，我听说藏羚羊的生存能力可是很强的。就别逞强了，你看你那天那个狼狈相，真给我丢人。你是不是都拍下来了？那当然，我还要发给王子看呢。你快删了，删了，丢人！就不删。你怎么这样呢？冯露露啊，陈主任来看你了。哎，陈主任，露露，您怎么来了？哎，发明也在。陈主任，哎，别动，别动，躺着，快躺着。我呀，这2天已经缓过来了。你还大老远跑过来看我。
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好多了。身体不是早讲吗？都怪他，要不是他让那天拍照片转2圈，我也就不会躺在这儿了。瞎说，哪有飞行员害怕转圈呢？哎，给你慢慢吃啊。谢谢主任。不客气。哇，主任，我的最爱。哟，主任都是你的最爱了。我最喜欢这个牌子的巧克力了，谢谢主任。不客气。好好养着啊。放心。好。这庞副旅长怎么还不回来啊？耐心等会儿吧。哎，看了有什么收获呀？没什么收获啊。说话口气别这么大啊，你虚心点吧。我看了2遍，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不接触这方面专业的人看了吧，都挺长见识的。天天琢磨这行的人看了，就觉得似曾相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虚心点。我没说庞副旅长这书写的不好，我是说他书里写的内容，我在其他的书籍、杂志还有网络上我都看过了，还有他选的那几个战例，都是多少年前什么越南战役、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里边的，我都研究过 N 多次了。这他山之石对我也不新鲜呀。你不会因为对庞副旅长有成见就贬人家的书吧？哎，我跟你说啊，庞副旅长可是你老师辈儿的，搞战术研究多年，要尊重点嘛。我的第1堂直升机战术课那就是他讲的，我怎么会不尊重他呢？啊，咱们呀是就事论事，就书论书。他书里所写的东西，在我军陆航部队成立初期，那是有积极的参照作用的。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研究中国陆航的特点。我们目前急缺的就是战法、训法，是如何使用我们现有的武器和技术去打仗，去打胜仗。说白了，也就是如何把手里的5直10玩得滴溜溜的转，尽快的把它作为战场打仗的低空利器。那你说你把这些耳熟能详的战例翻来覆去的炒，把10几年前的东西奉为神明，它有这个必要吗？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我想要对我们训练有用的东西。我不反对研究经典啊，但我是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在他的书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研究经典战例，历来是我们学习战争的有效方法呀。两码事儿，两码事儿啊！你说研究《红楼梦》的人不少吧？有几个能写出超越《红楼梦》这个作品的？政委，我很实际，我就觉得时间不够用。都问时间去哪儿了，就这么扯皮扯淡的扯没了。经典战例的镜子照不出未来战争的影子，未来战争的舞台是什么样的？拉开大幕之前，谁也看不见。想认识未来战争，那就必须有充分的想象力；想打赢未来战争，那就必须把想象力转化为动力、创造力。想打赢未来战争，或者说遏制未来战争的爆发，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足准备，早做准备，只争朝夕。胜利永远是属于有准备的一方的。那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准备啊！你跟我这瞎白话一大通，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合着我白说。政委啊，咱别等了，别停了，能飞就赶紧飞吧。专家都说了，5直10是飞出来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咱们现在哪是磨刀啊？这是趴鸡窝里边等着下蛋呢。什么叫磨刀？练兵才是磨刀。这马上刚出点事儿就刀枪入库了就。这些都是根据我的想象画出来的，有些呢已经被我自己否定了，有一些我还没想清楚，所以还没画出来。怎么样？你真行啊，这一不留神就成了设计师了。设计师可不敢当。其实我小的时候啊，就非常喜欢航模飞机，喜欢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现在把兴趣当成事业来搞，也算是圆了儿时的梦想吧。有梦想就好。哎，我帮你介绍几个这方面的天才，请他们帮你设计设计。当然好了，可是我给不了那么高的价码。创业初期，一切从简。这我知道，
我说的这些人呐，都是在气动力学、数字通信、远程遥控、武器设计方面很有天赋的人才。应该说是他们那些理念和想法还没得到外界的重视，有点怀才不遇。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在国际航展上认识的，他们跟外国厂商交流的时候，但航空和军事方面的术语翻译不出来，我就帮他们沟通，就这样认识的，是一帮无人机天才。真是太好了！我一直希望能有几个玩到一块的疯子哥们儿，干起事来特别投入的那种。那好，我帮你先约约他们，如果你觉得可以长期合作，可以让他们入股啊。准备，回来了啊！郝连长，准备，故障原因弄清楚了是吧？啊，这是专家组提交的拐动梁故障调查报告。左发供油泵压力不足是造成这次空中停车的直接原因，换上新油泵就好了，让我们放心。拐动梁地面试飞也没问题。太好了，专家就是专家。晚上我要请专家组的同志们吃饭，听说他们一天夜没睡觉。哎，看看人家这种精神，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专家组的同志已经走了。什么？走了？这么急啊？他们把有问题的油泵带回去做进一步分析。那专家组的结论有了没有？能不能飞？他们认为这是个偶发事件，不影响正常飞行。所有出厂的直时都在使用这种供油泵，最长的达到上千小时，让我们放心。是这样。哎，老庞，江海和我一直在等你啊，咱们碰一下吧。我知道，你们是在等我表态，对吧？庞副队长，你不表态，我也知道你心态。我心态？哎，停飞啊！是的，停飞不对吗？对，停飞安全，谁敢说不对？哎，那你这是？本来啊，按训练计划查清故障原因又不耽误飞行，我们仍然会按照计划进行训练。这毕竟现在能遇见有利于飞行的天气也不多嘛。你们还是要飞？不飞。又不飞了？不飞。我们决定啊，举行一个以抓安全为主旨的现场会，特别邀请主抓飞行安全的庞副旅长去做主旨演讲，同时也请政委给我们一营官兵做动员嘛。哎，你们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怎么没事先告知就突然袭击啊？这反正都停飞了，闲着也闲着，就关起门来搞教育嘛。那要不让他们带薪休假去旅行？什么带薪休假去旅行？你混到了你！政委，庞副队长，你就别推辞了吧。你把我也弄懵了，真的假的呀？真的，一营和机务大队的所有官兵已经在2号机库集合完毕了，就等2位首长了。哎，请吧。老庞，那就去吧。光说要停飞，不讲讲停飞的意义也不好。既然一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个机会。专家组的调查报告也都清楚了，不妨借机啊，把旅里的态度也跟大家伙说一说。就是。可咱们还没开会，研究过呢。哎呀，回头再说吧。行吧，哎，大家都等着呢。走。啊，来，都等着呢。这。看把庞副旅长牛的。
参加空中突击旅突击一营安全现场会，全体官兵集合完毕，请您指示。请按计划执行。是。坐下。白首长，这是临时会场，形式主义的东西咱就不搞了，应有就简吧。不过同志们还是给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平起平坐”是吧？彰显官兵平等啊！二位首长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请入席吧。我看这样更好。我喜欢和同志们面对面的交流。首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吕首长来参加我们的现场会。今天突击营和救大队来举办这个有关安全话题的现场讨论会，有幸请到了毕政委和庞副旅长。庞副旅长还会在会中做主旨演讲，他的演讲将会详细的阐述5之10全面停飞的重要意义。安全。毕政委啊，还要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正确的安全观，什么是科学的安全观。啊，大家要认真领会。停飞期间，大家可以交流学习心得，进一步的查找身边不安定的因素、不安定的隐患。什么时候说要全面停飞了？还停飞的重要意义？瞎搞！爸，停飞，你可是说过的。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为了安全，停飞是必要的。根本不是他说的这个什么全面停飞，多耸人听闻。老爸，好了，回头再说啊。政委，庞副旅长，你看。你们是谁先发言啊？还是先听听你们的讨论吧。哎，对，还是先听你们的。哎，江海，我可不是什么主旨发言啊，我是跟大家一起探讨。好，那我就先开个头吧。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机库开会，有2个意义。一，就是在我们的背后。啊，这是需要大家回头看的啊！这架天炮尾拐动2的5之10直升机，在执行任务期间，意外的发生了空中单发停车。所幸的是，机长李东和副驾驶王翔沉着冷静、胆大心细，严格的按照5之10改装训练大纲中空中特勤处置预案、空中单发停车处置要领和步骤，最终成功的安全迫降。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的发生。让大家回头看呢，就是要向李副营长好好的学习。这为什么放在后面呢？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不能老是回头看啊，还得向前看。开过汽车的人都知道，汽车只有一个倒车档，有好几个前进档。这是为什么？因为需要倒车的时候毕竟是少嘛，啊。向前看，往前走，才是主流。这个段落的主题啊，就是胆大心细、技术精湛，也就是保安全。这第2呀，就是向前看。那在我们的前面8个大字：突击雄鹰，不负使命。这突击雄鹰指的是哪支部队啊？空中突击旅。对，就是我们这支刚刚组建不久的，还没有形成战斗力的空中突击旅。而我们突击1营，就是这支部队的尖刀，这支部队的主力，是要在第1波次杀入敌人阵地，对敌发起强大攻势的空中突击力量，为地面部队扫清障碍，开辟通道。为坦克、装甲兵提供强大火力支援的低空杀手。这不负使命啊，
只是要求我们这支部队要以国家和领土安全为己任。从我们调入空中突击旅的第一天起，就要牢牢地树立起以国家安全、领土安全、领空安全、民族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最崇高的安全观和使命感。不练出精兵，能保卫祖国的安全吗？不。所以，向前看，就要像军歌里唱的那样，向前，向前。使命在肩，没有退路，只能向前看，往前走，让鸡群早日形成战斗力，让5之10早日从我们的手中飞起来，让束手杀手更加凶猛，更加霸气。我的发言完了。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不会吧？江海说的不对吗？话对，可我听着有点味道不对。哎呀，神仙有鬼！小海，老雷啊，什么意思啊？讲安全呀！行了吧你？又跟我玩猫腻是吧？啊，拐着弯批评我，有话直说嘛。我刚才说的可都是实话。在办公室你不讲，把我弄到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不是我要说的不对，您可以批评我呀。哎，你俩在这嘚啵什么呢？要讲啊，就大点声。我明白了，你们俩是绑架我的。没有。参加这个会呢，我是一点准备也没有，感到很突然，但又感到呢很新奇、很别致、很受教育。刚才江海啊把我的老底捅出来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拐栋梁出事之后，我是提出要停飞的想法，而且也这样决定了。我认为啊，我是为了飞行安全考虑。
会没事的。喂，120，101别墅8号，有人腹部被刀刺伤，大量出血，你们快点过来！宝贝，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幼儿园呢。啊，妈妈，洪叔叔来了，会不会给我一架新的遥控飞机呀？洪叔叔已经送了你2架飞机了，一架是被你摔坏了，另一架是飞到湖里了，你还好意思要啊？妈妈，我长大了一定要开直升飞机，跟风叔叔一样，开直10霹雳火。好好好，开直10。妈妈，你不是说我是很坚强的吗？是男子汉，我会自己睡。真棒，小杰是男子汉，很坚强。真好，好儿子。王翔，你怎么飞的？桨距提得过猛了，保持高度3-5度。注意右边山头的参照物，不要丢失前方的公物。再来一次，按山谷飞行程序来。高空观察1周，重新建立航线。明白。李东。我告诉你，王强，不折腾你几次啊，你臭毛病改不了。直10的操控比19厘米的多。明白了，头。这宝马咱不能当拖拉机开。就你这破水平啊，也就只能开拖拉机了。各位，常务旅长。江营长、李副营长。你们准备24小时连轴转啊？唐副旅长，我们是有规定的，头天晚上要把第2天的飞行任务在模拟机上飞一遍，难度大的动作啊，还要反复多飞几次，发现问题好及时解决嘛。你能熬，别人能熬得住吗？啊！再说了，这些机器能受得了吗？我们马上就结束了，你们不也没睡吗？啊，我看出来了。是看我们练得太辛苦啊，送来首长关怀，想来犒劳犒劳我们，对不对？好，庞副旅长已经叫人送来宵夜了，1人1份炸鸡腿。是吗？庞副旅长，1人1份可不够啊，够谁吃的呀？啊？王强，这把好好飞啊，及格了。出来吃炸鸡腿，不及格出来吃鸡骨头。营长，你馋我呢是不是？我可直接飞炸鸡店去了啊！那就帮我打包2份。够劲了啊！来了。哎，郭小远，跟你商量个事儿来。说。今天让我单飞一次，怎么样？可以，今天我不管了，放你单飞。得嘞。
这米1拐1也有人在飞吗？是的。改动大了点，再柔和点就好。这个悬停控制的不错。对对。飞得还行。这米1拐1啊，我飞了10年，很有感情的。飞得不错啊，就是进入楼顶时，机头偏高了点。这是为什么呀？哎，老飞行员了，这都不知道。地效应没控制好。哦，明白了。前端先接近楼顶，机尾部分还在大楼外面，前后的地效应不一样。任剑行，怎么是你啊？庞副旅长，我这才飞了几次，这个悬停控制的不太好。哎，你怎么也跑来玩模拟机了？啊？停下！是。袁营长，你们特战营的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啊？这不是游戏厅，你知道吗？谁找你来了？我们和突击一营制定的这个合练计划里边就有这模拟机飞行计划呀。特战营也飞模拟机？是啊，我们特战营的所有干部都要上模拟机进行训练，每个人训练时间不少于30小时，必须要达到3级飞行员水平。你们啊，乘机跳伞锁降，与直升机密切协同训练，我赞同。要你们也学飞行，我告诉你们，庞副旅长，以前我们执行任务，光看人家飞行员飞，根本不清楚直升机操控的复杂性。今天我们自己上机实际操作，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啊。打锣卖糖各干一行，再密切协同，也不能你想飞行就飞行，他想下地冲锋就冲锋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特种兵要跟飞行员密切配合，掌握一些飞行的特点，理解飞行员选择起降点的规律，对我们配合行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老庞，这是他们跟江海一起拟定的空地合训计划中的一部分。步兵就是步兵，谁都来飞模拟机，这不乱套？不是，别介。老庞，来，我找你有点事儿。老庞，这事儿啊，我是知道的。这可是违反规定的。现在不是按新区计划来吗？他们的合练计划中就有空地高度融合的内容，其中就规定，特战营干部要了解飞行知识，要掌握模拟机飞行技术，飞行员要掌握特种兵作战技能，要懂得特种作战理论，要学会特种作战基本指挥要素。生梅，那还分什么军种、兵种吗？好，即便是这种训练有它的合理性，怎么不事先报旅里，上会研究呢？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大事小事都上会，你说咱累不累啊？其实啊，这事儿你也是知道的。我知道啊。什么时候的事？那天在战术场吃午饭的时候，国副部长临时组织袁建行和江海他们一起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整个午饭过程都在一起研究如何提高低空突击与地面渗透相互融合的战术方法。不是我在场啊，没说他们要飞模拟机啊。你当时的注意力都在那盘红烧鲤鱼上面了。袁建行带他们特战营的干部来这里啊，就是找江海研究战法。
玉松营2个月后才到，171模拟机闲着，他们这是搂草打兔子，挤出时间上模拟机。我是副旅长，代理参谋长，这训练上的事儿，不能被边缘化了吧？哎呀，哪能呢？这都是我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跟他们没关系。袁敬行，到；尚伟华，到。你们俩过来一下。袁营长，你赶快把你们特战营参加模拟机训练的方案报给庞副旅长。还有，以后有关这方面训练的问题，要跟庞副旅长多沟通，多请示汇报，不能擅自主张。是。其余同志解散。首长，上模拟机的训练方案还不够完善，我们想全部弄完了，成熟了再上报。看看，方案还没完善落实，就上机训练，我看你们庞副旅长，是这么回事。当初我们也以为这模拟机就和游戏机差不多，我们就按照想象的搞了个方案。可这几天，真上了这个和时装机几乎一模一样的模拟机，严格按照飞行计划的大纲来，我们就全傻了。头一天上来，我们特战营的干部有一个摔一个，根本玩不转，全军覆没呀。所以，我就请江海和李东给我们重新搞了个方案，根据我们特战营的实际作战需要，再通过模拟机上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正在对方案进一步完善。知道飞行不容易吧？可不是嘛！不亲自操作，很多重要的安全规定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跟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合作的时候，经常闹矛盾，搞得很不愉快，直接影响了演习和作战。跟您说句真心话，别看我在模拟机上飞了这几次，让我对飞行的认识有了很多新的改变，在如何对空地一体化的认识上，也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啊。政委，你这又看我？我不看你还不行吗？哎，你们俩看我干嘛？去吧。是哪儿啊？继续吧。怎么样？王先生，您的太太还在昏迷，正在输血，请耐心等待。谢谢。大夫，紫薇她，你就是她丈夫吗？我不是，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好在那把刀不算快，没有伤到内脏，现在是失血过多休克，血已经止住了，伤口正在缝合。放心吧，我们会尽全力的。大夫，你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你能在现场及时的为她包扎止血，就已经救了她一条命。你很有经验吧？我以前在部队学过战场救护、战场处置和意外自救的常识。明天全天分4批次进行，12架直升出动，外场战术动作飞行，12架本场挂弹起降训练。哎，老袁，这外场的目标设置可是你的事儿了，别让我们到了目标区啥也找不着啊！没问题，这个靶标车一共有2台，一台暴露的，一台隐蔽的，平原地区和山区相互转换，激光接收设备也正在调试。到时候不怕你们找不到我，就怕你们抓不住我。我可不是那么好容易让你们抓住的。可以吧你？李东，明天的训练科目比较多，空域大，地形复杂。我看呀，还是由易到难。上午先集中打暴露目标。好的。暴露目标啊，可是可移动目标，这混在民用车当中可不好发现呢。只要你出现，我们就能抓住你。行，那这样及格了。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说。但是，要是让我给溜了，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一人请我一顿，怎么样？太香了！你呀，就等着掏钱吧啊！小斌，哎，弄完没有？我再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把它发给作训科了。哎，对，你得好好检查啊！这个庞副旅长那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标点符号错了，那都要重搞的。董事长，董事长，你不能进去。董事长，手术还在进行，紫薇还没醒过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不要听当时，我只问现在，我女儿还能不能救活？主治医生正在等你，他要跟您谈谈。目前女儿的生命体征正在开始恢复，24小时以后可能就会苏醒过来。这么说，紫薇的生命没有危险了。这次多亏了您女儿身边的那位好朋友，洪生，是他在现场处置的果断，有效的包扎止血，不然就算是送来了，我们也救不了了。啊，是这样。大夫，不瞒你说，他们俩正在恋爱，但各自又有自己的事业追求。最近矛盾爆发了，我劝说过我女儿，我以为她理解了、认同了，但是我没想到怎么……拐洞1、拐洞2、拐洞3、拐洞4，4机编队19号空域，科目对地攻击战术，随机选择目标，2小时后返航。拐洞1编队明白。起飞。差不多快来了吧？高度300米，沿高速路侦查搜索。栋梁，前90公里，搜索目标。栋梁明白。栋梁发现目标，正沿高速公路向北行驶，距火5000米，时速110公里。洞4，300米警戒，栋梁、洞3跟随我，火箭弹模拟攻击。队长，我们来了，尽量往车多的地方走，别让他们那么容易打中。是。麻麻，动腰，要射击2次；动2，跳攻击2次；动3，跳攻击2次。录音收到，小有斩获。再来一次。明白。飞这么低。
北方10公里处发现高压线和过渡路，注意避开障碍。中央收到，各级注意地面障碍物，拉伸300米。是要加油吗？啊，我们不加油。动摇动摇，目标丢失。什么？这一定是空中突击里的指令呀！你再把途经的服务区、匝道口、收费站搜索一遍，这些地方都有目标的藏身之处。动量明白。哎，他们这是跑到哪儿去了？这样玩下去，2个小时能回来吗？拐动腰，拐动腰，报告你所在位置。报告指挥所，我编队正在7033高速公路417公里区域上空，编队正在进行空对地移动目标模拟攻击训练。报告完毕。战术动作过多，请注意计算油消耗，确保返航剩余油量。好吧，看看谁来了。旅长，旅长，我早就盼望你来了。没上任就不是旅长。哎，怎么你不是来路过？哎呀，总旅长啊，有事路过这里，顺便到部队看看，一会儿就走。这么急吗？我可是有好多工作要向你汇报呢。车在高速路上，看见几架直升在飞战术动作，我一想，这肯定是我们部队啊。可是没想到规模搞这么大，4级编队飞战术动作。嘿，我跟司机说调调，这就来了。王宁同志，来，把这1箱水带上吧。这可不行啊！没事，一点心意，来，快去装上。哎，姑娘，哎呀，没事，一点心意嘛。那行，我付你钱。哎，这个不用，这个不行，这是我们的纪律。来，拿着。啊，旅长，江海的编队已经飞出去1个小时了，在高速路上追汽车呢。江海这小子表现怎么样？不错，旅长，这个营长选对了，有想法，敢担当。要不是他这种搞法，直至到今天还飞不起来呢。是啊，报道没几天，改装飞行至少要好几个月啊。没错，江海他们搞了个直升直升机改装机型新训计划，证明啊，逼我上梁山，郭副部长就倒逼我，让我1个月就拿出训练成果。你说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哎，进度是不是太快了点？能扎实，能保住安全吗？哟，都挂弹飞行了。啊，今天全营啊分多组多批次飞行，有编队飞空域的，有飞战术动作的，有飞挂弹起落的。然后呢，再交流经验，互换科目，周期缩短了，效率提高了。哎，是不是有点超前了？老庞，我问你呢，你老看他干嘛？旅长，等你到任就知道了。啊，他们挂的都是模拟弹，重量一样，有点3级跳的意思。我原来也觉得是不是走得太快了，哎，可从目前情况来看，效果还行。是啊。哎，是不是江海他们的创意啊？没错，这都是他们一营的点子。哎呀，旅长，你说你什么时候到任啊？我现在压力真是太大了。你看啊，一营24架直升都在飞，
2个月后，2营的值19，3营的值8也都要接装改装训练。你说，哎，还有啊，特战营、机步营也都在搞训练，我头都大了。真的，你什么时候到任啊你？你庞部旅长的府中，我明白，我也着急。A 集团军陆航图扩立的工作刚开始，新旅长不到任，军长不让我走啊。老兄，你就多担待了啊！行，只要你旅长理解我，我就很感动了。江海的性格我知道，该批评他就得批评，该指出他的问题就得指出他的问题，不要客气，也不要有什么顾忌。我是他的老领导，还是他的师傅，这小子的性子有的时候就得露。哎呀，左旅长，你讲的太对了，太切合实际了。哎，我说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真是。走啊，那我就先走了啊。旅长，我是真的派你过来。不是旅长，你看看，就这短短2个月，看，头发都白了。你看，可不是，可不是吗？好，回头啊，我给你弄一瓶高级的染发水。好，走了。哎，左旅长。发现目标，沿5号公路向西面山区开去。掉头。目标我已锁定，不要犹豫，果断开火。拜。这么个打法，不被你们打得粉身碎骨。录音，我是蛤蟆。录音收到，请报告战况。蛤蟆报告，导弹命中，3发有效，1发脱靶。蛤蟆呀，已经变成水乳牛蛙了，公军老爷饶命啊！蛤蟆，现在结束，我们返航。OK，拜拜，我明白。对不起，不客吧。走。报告指挥员，拐东幺编队训练任务结束，请求返航。同意返航。注意，本场风向东南，风力4级。拐东幺收到，正在汇合编队，随后返航。副旅长，你休息会儿吧，这里有我了。